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万众瞩目的这个托尔兄弟即将在森林湖开盘的这个新盘小区啊。那这一个呢，它这个社区的总名字叫 Meadows。那 Meadows 呢，它是一个大型的规划社区。这个社区呢，一共会有6个子小区，233个分户型，全部都是 SFR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独栋别墅。那它的规划位置呢，是在这个森林湖的 Baker Ranch 贝克社区。这个贝克社区呢，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尔湾只有10分钟的距离，非常的近。开车呢，差不多就是10分钟就可以到大公园了，然后10多分钟就可以到尔湾的这个光谱中心了。如果你住森林湖托尔的这个社区，你可以没事来公司找我一下，大概也就是10分钟的距离哦。所以说这个社区呢，它在地税还有这个学区规划上也都是连带配套的。首先呢，它地税是非常低廉的，只有1.1。那附近的大公园呢，还有尔湾很多新盘开发的这个社区，它的地税呢都会超过1.1、1.3、1.5、1.7，甚至是更多。那托尔呢，在它的社区打造上，它用很好的这个方式，低廉了地税，为我们这个房子的持有这个成本降低了，所以说让这个住户呢也能更大程度的在他的新家上来满足他所有的这个需求。另外呢，房价的定位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在网站播出的。那目前6个子社区呢是100万到140万美金的售价，而且呢现在排队的链接已经打开了。那小伙伴呢可以尽早联系我，我们来开始排队，优先选房哦。那这6个子社区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大型规划的这个地块项目上。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非常全现代化的这个独立别墅的这个户型啊。那托尔兄弟呢，它的这个户型设计呢，都是以前卫现代而打造的。这个社区呢，它最大的一个就是标志性的设计，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挑高顶的空间。挑高顶呢，也是近年来更加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户型设计，因为它给人感觉呢非常的开阔，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现代范儿、国际范儿。那森林湖是它为什么叫森林湖呢？因为它有2个人工湖，一个大湖，一个小湖。我们频道呢之前也带大家看了很多这个湖边的湖景美宅啊，那这种美宅呢可以用作于度假呀，或者是做 Airbnb 啊、短租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森林湖的 Baker Ranch 呢，它是既集合了这个森林湖优美的自然环境，又贴近了尔湾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整个社区规划都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不可错过哦。那森林湖市呢，还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公园，以及这个社区的配套等等。而且它的公园呢，其实是县级的，也就是说很大，就是规模很不错的这个公园设计。好，我们说回到这个社区，那这个社区呢，它的总占地是122英亩，一共会有531户。刚说过了，一共会有6个子社区，每个子社区呢都会有至少3到4个户型。那一共呢会有23个不同种类的户型供大家选择，尺寸呢会从1900尺到3500尺之间。那会是双层到3层的别墅设计，可谓是老少皆宜，适宜各个种类的家庭。如果你是投资家呢，这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投资选择。一般来说呢，首盘和尾盘它的差价会很大。如果在第一期第一盘可以抢到几栋的话，那未来的升值空间可谓是前景无量了。那托尔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卓越的，交通便利，靠近5号这个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而且呢，距离拉古纳海滩只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那开到 Newport Beach 海滩呢，也大概都是20分钟左右。那森林湖呢，是尽享尔湾便利的商圈生活，又保留了静谧安静的高品质生活环境。那 Tobard 呢，他为了让这个森林湖的市政府批准他这个大型方案，可以说是你想在我这盖房子，你得给我点好处啊。什么好处呢？一个城市它所要的好处就是城市的标志配套了，比如说学校啊、公园啊、商圈设计啊等等。那我之前呢频道其实有拍过波特山庄那边托尔金的大型的这个商圈，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超市啊、银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圈配套啊，包括是学校全部都是重新建的。那在森林湖这边呢也是一样，托尔呢为森林湖可谓做了巨大的这个贡献，包括这个奥尔顿的这个公园大道，还有全新的森林湖学院等等。那它还赞助了新的这个中央公园和社区大楼，还有市民活动中心等等。所以呢，它也为森林湖城市做出了这个巨大的贡献。那不仅是开发了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居住社区，那配套上也做好了。其实，在早期的这个 Baker Ranch 贝克社区在森林湖呢是非常著名的，因为森林湖整体城市呢，它是属于
属于有一个老区和一个新区，那 Baker Ranch 呢属于它的新区。一进到 Baker Ranch， 你会感觉整体感觉都不一样了，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郁郁葱葱的步道，以及各种各样的会所和这个生活设施等等。为什么呢？因为 Baker Ranch 就是2015年、16年早期托尔建造的这个大型社区规划，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每建一片社区的时候呢，都会保证你的生活质量，保证你的出行环境，保证你的商圈配套以及学区人文等等。难怪我们托尔一直都是这个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啊，人家想的远着呢。毋庸置疑，由 Toll Brothers 打造的这个 Meadows 全新社区呢，将会是2021年度尾洛杉矶县最热卖、最火的一个社区之一了。那目前的这个 Meadows 项目呢，已经开始火热排队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要尽早联系我 Mina 哦。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信息呢，也欢迎联系我。在这个视频的结尾部位呢，我也会给大家详细准确的分析一下我们森林湖目前有的23个分区、23个户型的每个户型的特点特色，以及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哪个户型适合什么样的家人等等。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呢，可以调到片尾，我们慢慢观看。好了，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大型的环境吧。Hello， 我们现在先用这个 Zoom 的方式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托尔这6个子社区都有什么样的户型。最近呢，我才发现 Zoom 有这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可以录屏，也是我们公司的 IT 告诉我的。那既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新科技啊，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今天第一次用这个录屏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就是 share 一下我们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网页信息。然后，你们看不到你们的主持人，把主持人也拉大一点啊，这样保证我的出镜率。好了，现在我们在 Toll Brothers 的官网，所以是 www.tollbrothers.com。那小伙伴呢也可以自行去官网进行查询信息。那很多时候呢，你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房子的户型啊等等。中国的小伙伴呢，可能要使用 VPN 呐。那我们首先要看森林湖的项目呢，就是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打 Lake Forest， 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6个 Meadows 的这个子社区，1、2、3、4、5、6，一共是6个子社区。然后它是占地一共是122英亩，然后会有23种类不同的户型，一共是有530几户。那我们首先呢，今天从它的这个整体网页信息来看一下，我们大致看尺寸呢是1900尺到3400尺，然后是3房到5房的户型。目前网页估价呢是100到140万美金起。那越大的户型呢，它的尺寸也会越大。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森林湖的位置呢，它是位于在加州的这个尔湾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方向，东北方向。位于尔湾的这个东北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尔湾，然后森林湖呢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托尔大型规划项目呢是在 Baker Ranch 贝克社区。那为什么在贝克社区呢？因为托尔早年15年、1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这边开发了一个大型的规划社区，出了很多很漂亮这个小洋楼式的户型。我们也有很多客人在这边去购置这样的房产，因为确实是托尔它的配套做得非常好，它很聪明了，它不只是盖房子，它还会连带把配套也做好，包括商业呀、学校啊、餐厅啊等等，所以让生活品质真的是提高不少。那房型也漂亮。难怪人家一直都是这个世界500强的公司，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第一个子社区，这个子社区呢叫 Velos。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双层的独栋别墅。那如果你想知道它到底是独栋还是小独栋，区分最好的一个办法，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看它的
这个样板图的这个图片上到底有没有这一条行车道，我们称作为 driveway。如果说是有 driveway 的话，多半它是独栋别墅；如果门前没有 driveway，它是一条横横的路的话，像尔湾公司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多半就是小独栋，也就是 detached condo 独立 condo。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打开网页的这个 3D 图，我们可以看到6个子社区中心围绕着这个托尔的大型规划会所叫 Recreation Center， 那它会有一个 Central Park， 那旁边呢还有一个 Future Park， 另外的一个步道公园等等。那可以看到这个 Magnolia、Redwoods 啊，它是属于外边区域的，还有 Evergreen 啊、Oak 和 Willow， 还有 Parkland 这些呢就属于中心一点的社区。可以看到这6个子社区的大致的这个分布的地块，那它们呢其实也都是6个子社区是挨在一块的，只不过就是每个子社区它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类型的这个房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子社区的房子大一点，有一些小一点，它也会集中的一些去进行一个社区的基本规划。那周边呢可以看到森林湖，它这个城市呢基本已经成型了。那这边呢是一个新开发的位置，那森林湖呢它本身它的市政府呢也是比较新的，还有其他建商比如说莱纳呀等等都在这边有这个新盘的开发。另外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Lancy 呀、朗仕集团等等。那森林湖 Baker Ranch 这个位置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距离尔湾直线距离大概就只有10分钟的车程，距离大公园啊、光谱中心啊都是非常近的。那本身这是属于一个新开发的地区，街道啊、步道啊、房子啊，还有购物中心啊都非常新，可是它地税呢又很低，只有1.1%，所以在这边呢，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连我自己呢也有点动心，要不要在这个社区购买一栋投资房呢？好了，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户型信息。好，回到我们 Willows 这个子社区的官网上，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将来的这个 Recreational Center， 就是这个会所的一个模拟图片。可以看到我们有泳池，一般有大池、有小池、有成人池、有 baby 池，还有桑拿池。然后另外有一些招待客人的这个室内的这些gathering place， 室内的一些聚餐啊、聊天的这个区域。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它的宣传片，然后下面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几个小户型。那 Willow 这个社区呢，一共会有4个户型，尺寸呢是1900到3200，全部都是3房2卫的户型。那3房2卫呢，另外还加一个 powder， 就是一个客用半卫。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Birch， 那 Birch 它的门前车库呢，它是一个 L 型的，所以这种 L 型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分别的一个就是单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库啊。那坏处就是可能停入的时候需要这样转一下，那这个也是见仁见智了，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的方式不一样。不过这种 L 型的设置呢，在建商来说它是比较节省空间的。另外来说，这个户型我乍一看呢，看到它是一个高顶的空间，可以看到2楼这个 open to below 就说明它是一个高顶的空间。一般来说，挑高顶的3室比较适合这种家庭人口数比较少的呀，或者是这种退休养老的啊，需要一个很 open 的这样的一个 space。这个户型其实很不错的，因为有这个高顶，然后另外1楼有1间办公室，然后2楼呢是1间主卧加2间次卧，所以说它虽说是3房，其实是3个半了，就是 office 也可以算作一个房间，只不过没有衣橱，是不是？第2个户型呢就是它的 olive。外观看起来呢就很有这种牧场风格的这种style 哈，就是很传统的这种。然后它呢也是双层的独栋别墅，1楼同样是一个 office， 然后进门呢右转这块是一个楼梯，然后看2楼的主卧加另外2间次卧。那这个呢也是挑高顶的户型，挑高顶的户型呢应该是比较热卖的。然后另外这个 bedroom 2呢，它有一个绝对的这个隐私，然后另外主卧呢加 bedroom 3可能是主人啊加另外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在这边，然后2和3呢是共用这一间洗手间的。然后下面呢有一些外观可以选择。很多人跟我说呢，选房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喜欢外观，那其实外观呢跟样板房是不一样的，真正看的时候要看你选的地块它是配的哪一个外观。如果对于这种简约现代式或者是国际范有独特喜好的朋友们，在选地块的时候要特意标注好选择这种外观的地块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Willows 它的这个社区的规划图，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一块规划的大型土地这个航拍的一个动画版的模板。那可以看到这一圈外绕的这一圈呢就是 Willows， 那这里呢就是将来的这个球场啊、运动场啊等等，然后中间呢可能是有一些散步的 trail。那可以看到这个 Willows 它的平均占地呢一般是3500到4000多尺。有一些大一点占地呢是4700尺，这种大占地呢当然都要提前等了，所以选地的时候呢也是一门学问。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们来帮你进行1对1的这个选择哦。另外呢 Willows 还有一个 Pine 和 Spruce 2个这个户型，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是不是也是高顶的户型。先看一下 second floor， 没错，这也是高顶户型。那这个 Pine 呢，它不止客厅有高顶，连餐厅也有高顶了。那这样可以看到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大气、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另外这个 Pine 的户型我个人觉得会更好，因为它把主卧完整的占用了楼梯转右的这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超级大的这个更衣室。另外2间次卧呢是在左边，而且2个孩子共用1间洗手间，每个人离洗手间的位置都比较近，所以这种户型格局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更加科学合理的。然后另外它的厨房也是蛮大的，然后有一个很正式的客厅和餐厅，然后确保了充足的采光，有一大排的这个窗户，然后这边呢是这个升级的这边是这个就是 stacking door 拉门。
接下来再看最后一个 Velo 的户型是 Spruce 2270尺，也是最大的一个户型，它也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进门的设计，然后门厅这个有一点点像在 Porter Ranch 那边的那个户型叫什么 Zora， 好像是叫 Zora。进门左边右边是一个楼梯，然后一个很长的这个客厅和餐厅的这个区域，然后厨房在尽头，这样的一个户型呢，它其实采光非常好的，因为你一进门呢，它的楼梯是隐藏起来的，你不朝右看是看不到的。但相反你会看到一个很 open 的一个生活起居空间，然后左转呢是一间 office 前面呢还有一个 powder room。然后这个呢，它也是高顶的户型，所以它的这个户型设计应该更加的开阔，所以整体采光会非常好。你会看它这个几盏这个大窗户会保证这个客厅和厨房、餐厅空间平时都是非常明亮的。那这一间呢，它也是bedroom 2是在一个方向，然后主卧跟 bedroom 3在另外的2个方向。那这一间它的优势呢，就是 bedroom 2和 bedroom 3都独立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卫浴，不需要2间次卧共享卫浴。那孩子大一点呢，可能他们就不会太喜欢跟自己的sibling姐妹同胞一起去使用洗手间了，因为大一点的孩子嘛，可能男女有别或者是大一点，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置物空间呢。所以说，这个如果你们家里面孩子已经青少年时期，可以考虑这个户型。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子社区 Redwoods，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它的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呢一共有6个户型，那是4到5房的户型，2200尺到3100尺。3100尺的户型呢，全部都是从2900开始到3100呢，它都是3层的户型。所以说它的土地占地面积呢，其实应该还是不是非常大的。让我看一下，没错，是3000到5000之间嘛。有一些极品占地可能是5000多的占地，但平均可能就是3300到3500尺的占地左右了。那它是位于这个社区的这个边角的部落。然后户型来说呢，它是有3种双层户型，3种3层户型，全部都是 SF2 有停车路的独栋别墅。第一个这个 Briar 它也是这个高顶的户型，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社区它的一个 signature 一个标志性的样式，就是全部都是挑高顶的这种户型啊，这个肯定会受大众喜爱的。现在还未开盘，刚刚开始排队的时间就已经火爆了。我的微信每天都有人问我，米娜帮我排队了吗？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开盘这个热火走势，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那先看到这个户型呢，它是1楼有一个独立的这个 suite， 有一个套间的。那这一间房间呢，它是可以作为卧室的。卧室和书房最基本的区别呢，就是要看是否有 closet 可以放衣服。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其实书房也可以住人的，只要你放一个衣柜在那边，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所以这个1楼有套间呢，它其实会解决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这个问题。老人一般不喜欢上楼梯嘛，那它这个户型格局呢，我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客厅是客厅，然后餐厅是餐厅，然后厨房在这个角落，1楼还有套间，然后车库这边是对应着斜对着楼梯的，所以它这个户型格局设计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它的2楼上来呢，就是这一圈的房间哈，一人一个角，3号、4号，然后就是主卧，一个特别大的主卧，带一个很长的这个衣帽间。然后3号和4号呢，也都是每人1间洗手间。一般来说，如果可能的话，都建议选择就是每一间房间都带有洗手间的，因为这样呢，真的是在功能性上以及将来的这个使用上会更加方便。那这个第2个户型呢，它看起来跟刚才第1个户型是差不太多的。那它也是1楼有一个完整的套间，然后它的餐厅呢就不是在侧边了，它餐厅呢是靠近着厨房的中岛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更大一点的这个客厅了，然后它同样呢都是高顶户型，然后高顶户型呢这边主卧旁边是挨着这一块高顶的，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在这儿开窗啊，看起来是没有开窗的，如果它开了个窗可能会更漂亮一些啊。那这个楼梯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主卧占据了这一大片位置，衣帽间也是很大，然后另外3和4呢都同样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衣帽间，那3号它有一个大一点的衣橱，4号呢可能就是小一点的这个衣格子了，然后这边呢是它的洗衣房在2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刚看了 Briar、Clover， 接下来看 Asilio。Asilio 呢是4房4卫，2315尺，然后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门厅，进来之后呢，同样这边有一个bedroom 2，就是一个楼下所使用的套间。这间套间呢是配备着淋浴房的。然后进来呢，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户型，这种格局呢其实就比较好配家具，因为你知道在客厅摆客厅的家具，在这边dining 餐厅摆餐厅的家具，然后它的这个厨房中岛呢是对着你的后院的，然后你这块有个拉门，所以这个呢这种户型呢，如果你的后院带一点点景的话呢，就是简直就是完美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到2楼，所以这个挑高顶呢，它是进门的门厅部分和客厅部分。这种好处呢，就是你一进门就会觉得非常开阔，因为上面是没有这个遮挡的，所以它应该可以做到20尺的这个挑空顶。20尺的挑空顶呢，就是整体一进门就会觉得不是很压抑，所以应该会很 impress 那个客人，就觉得我们这个户型非常的大气啊。然后上到2楼呢，就是一个也是很大的主卧，一般托儿做起来，你看它的主卧都是非常大的，然后16×14，这个其他房间是15、12，就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户型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尺寸设计，然后它也是每个房间都配备着一个洗手间，很方便的设计。然后一般来说，托尔它在做3层户型的时候，它的1、2层一般都是跟它的本身这3个户型是一样的，只不过多加了一个3层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它是在3楼多加了一个套间出来，让我们看看是不是。那这个 Asilio 我们刚才有看它的双层户型，确实一进来呢，就是我们刚看过的这个是一样的 open to
哇，那这个户型它的这个进来门厅的地方，它是相当于开了30尺的这个挑空啊，看起来是更大了，是不是？然后它3楼呢其实是加了一个loft， 加了一个 loft， 然后另外加了第5个房间。所以这个如果喜欢3层户型的小伙伴呢，就可以考虑看一看。就是如果你想多一个3层空间，其实做一个什么影院啊、游戏室啊、office 啊、摄影棚啊，或者是一个游戏房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简单看一下。那下面的户型也跟刚刚都一样，我们就简单的一带而过，我就不赘述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子社区，我们看过了 Velos、Redwoods，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arklands 呢，也是 SFR 独立别墅。我从外观看起来呢，特别像就是托尔在三环那边开的那个海景3层小资别墅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现代式的3层别墅。那这边呢一共有3个户型，其实3个户型呢也代表它的3个外观，并不只是这一个户型就只有这一个外观。其实这3种外观呢，每个户型它都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点开这个 Lattice， 它是一个4到5房3个洗手间2782尺的。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它的外观是可以做到这种非常现代式的，或者是这种contemporary， 就是现代和传统结合的，然后加上这种传统式的 modern hacienda 这种。所以说有些客人他们在选房子的时候呢，可能是选外观，其实不用的，你选户型，然后外观呢我们再做第2次选择就好了。那这个呢，它在社区的位置呢是在这边比较靠近未来公园的这一边，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将来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公园走向，所以这里呢它也有本身的社区公园。那如果你家里面养狗狗啦，或者是比较喜欢去公园呢，你可以考虑这个社区。然后一般来说，社区里面的那些 green belt 就是绿化带，都是给小狗狗平时方便的嘛。所以说，如果离公园近一点的话，平时打开门让狗狗去对面的公园跑一下，也还蛮不错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户型。那这个户型呢，它的 porch 门厅呢是从侧边进过来的，就是从这边进过来，我们把它这样转过来，然后就是车库是直接进到客厅的，然后楼下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套间。然后2楼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挑高点，就只仅限于门厅这个位置，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面装一个就是 chandelier， 一个吊低下来的这种灯，可能会更大气一点。然后楼梯上来呢，整个这个方向是你的主卧空间，然后下面有3、4、5就是3间次卧，所以它是5个完整的这个卧室。然后3楼呢，它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娱乐区域了，然后外面有一个 cover deck， 就是一个阳台。那其实现在呢，在尔班纳大公园区域很多都有这种 cover deck， 就是一个阳台，它可能就是弥补了这个占地小的这个不足啊，让你能更充分的就是享受到这种在户外的这种空气和阳光，就多了一个3层的这个露台的设计。那另外这个Acacia 这个户型呢，它也是3层的，然后它是进门的门厅，然后旁边呢，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是一个露台或者是一个前厅的这样的一个小院子一类的东西嘛。然后进门呢，它这里有一个小 porter room， 然后有一个小的 casual dining， 另外有一个很传统式的这个餐厅，然后厨房呢是这样对着客厅的，客厅呢是有双排的这个玻璃。那既然是双排的玻璃，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升级拉门的这个选项的，所以如果选到景观房的话，也可以考虑升级一下，会让这个户型更加的开阔哦。另外上到2楼之后呢，它会有一个 flex room， 就是类似于一个就是2楼小厅吧，然后主卧是在这一边，主卧出来有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另外2间房间。这里有一个小挑高顶的这个设计，2间楼梯的旁边呢这一块是一个也是挑高顶，可以看到楼下的。然后3层呢是另外1间房间，然后有一个阁楼，所以这个房间可能是就是阁楼上的公主或者阁楼上的公子所居住的，也是一个就是完全有独立隐私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户型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Myrtle， 它也是3层的户型，然后一进门呢，它就是一个flex room， 然后双车库的，然后是有一个bedroom， 它的主要生活空间呢就在2楼了。2楼呢，它是餐厅，然后客厅、厨房，然后有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其实 flex room 就是说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用途，比如说书房啊、酒柜啊，它的用途很 flexible， 所以它叫 flex room。而这块呢是多一个 cover deck， 就是多一个阳台的。然后主卧还有其他房间应该都是在3楼了。那这种户型呢就比较适合年轻人，如果你腿脚不好的话，我不建议选这个户型，因为你要走3层楼梯才能到自己的主卧，2层楼梯。Anyway， 然后我们看好了这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我猜测它的平均占地不会很大，对，它是2800尺到3500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性的这种小资的这种年轻一点的这种社区。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 Oaks 呢，在这里标价也是110万起，然后它会有4个户型，全部都是双层的。那3层和双层，我个人可能更加喜欢双层。为什么呢？我们比较懒吧。那这个户型呢，它叫 Cedros 呢，然后它是一个双层的户型，那它是一个 L 型的这个车库。有一些客人呢，其实我在接触客人的时候，有些客人他其实不喜欢就是房子的前门前脸可以看到车库的大门的，所以这种 L 型呢就满足这一类客人的需求了。然后这个户型呢，它楼下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套间的，然后它有一个我猜测是一个挑高点的这个客厅，然后另外有一个厨房在这边，厨房对着外面的一个阳光房的这个设计，所以说你可以在这边室内吃饭，可以在这边室外烧烤火锅。
也还是蛮方便的。然后这里是挑高顶，上到2楼呢，它是一个主卧，然后这边是3号和4号房间。然后同样呢，它也有多种外观可以选择。所以它基本都是现代式和传统式，还有现代传统混合式这3种外观了。然后它的平均占地呢，可以看到这个社区呢，就是属于在中心的位置，就是这个大型规划社区很中心的位置。它的占地平均是3800到4200，我们可以说是3800尺左右的平均占地吧。然后看下一个是 Elmwood 4房4卫2652尺，这个它的楼下也是有房间的，然后也是挑高顶，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这个门厅，看起来比较阔气，然后对着这一边应该采光还蛮不错的。然后2楼呢，它是这边是主卧，这边是几个次卧，那这边还多了一个 loft 的区域 ，loft 也可以改成房间。一般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我们建议把 loft 改成房间，因为2楼多一个这种娱乐区域是真的还挺舒适的。下一个是 Linden 是4房4卫2692尺，同样楼下是有房间的。然后这一边呢是一个外面的房间，外面的这个阳光房的位置。然后它的客厅呢是在这里面有充足的这个采光，然后厨房呢是靠近这个楼梯方向的。然后2楼同样也都是有 loft， 然后2楼有1间主卧加另外2间次卧，然后3号次卧呢比较大，4号就小一点。然后它3号次卧居然还有一个双向的洗手台，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类似于一个大的主卧再加一个 junior master， 就 junior bedroom， 就是仅次于 master， 仅次于主卧大小的一个次卧。然后 Scarlet 最后一个2722尺4房4卫，这个也是楼下有房间的，然后进门门厅，然后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户型，就是楼梯在侧边，然后一进门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生活区域，就是很亮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呢有一个 walking pantry， 然后同样都是带有户外的这个空间的。然后上到2楼之后呢，主卧占据了这边的一大片啊，旁边是这样的一个 loft 空间。3号和4号呢要走这个走廊这样过来，其实这个就保证了主人和孩子这个充足的隐私。然后这里面是洗手间。所以说小孩晚上在房间里面打电话呀，或者是大人在房间里谈事啊，各自都听得到了，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2个子社区，这2个子社区就比较大了，而且可能是更传统式的一种 SF2 的户型的，130万到140万的这个起价，2800尺到3400尺都是5房的设计，双侧库。然后希望它是5房5卫的设计吧，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没错，是5房5卫，它有 Monarch、Simon 还有 Viridian， 那这3个户型我们都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它是5房5卫2800尺，还有2间双层的，还有1间次卧。进门是一个门厅，然后有一个 L 型的这样的楼梯，比较这个节省这样的空间。你在这边可以摆一些就是门厅小柜子或怎么样的。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淋浴房的卧室，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很宽阔的一个空间，然后它是厨房，然后餐厅加这个厨房餐厅加客厅的，然后外面厨房离这个户外阳光房也是很近的，然后车库可以直接这样进，所以倒垃圾其实是这样走过来，从车库出去也是很方便。然后再看这个2楼的户型，2楼呢同样是有 loft， 每个房间有自己的这个洗手间，主卧的空间特别大，然后另外每一间次卧都有自己的洗手间。那每一间次卧呢，它都是一个拉门式的这个衣帽间，并没有这种可走路式的空间。不过主卧的衣帽间它是尺寸2个。再看第2个户型，5房5卫2968尺，那这个呢，它也是一进门左转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套间，然后楼梯是这样包起来的，然后它会有一个更宽一点的这种厨房，可以看到这一排的柜子，然后这边是它的客厅和中间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旁边也是连着户外这个用餐区域。那2楼楼梯上来呢是这个 loft， 是这个2楼的小厅，其实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可能每一个房间去这个小厅都比较近。刚才有一个户型是这个小厅在这儿，然后孩子们要走一个长长的走廊回去。其实这个小厅我觉得用途最多的可能是家里面的孩子们，所以小厅可能离他们的房间近一点比较好，我个人这样觉得了。然后这个主卧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浴缸在这儿，然后淋浴房在这儿，然后是可以坐的，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然后并且有2个门可以走进来，所以这边是女主人，这边是男主人。他把这个使用规划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多贴心呢。再看一下这个 Viridian 呢，它是5房5卫3111尺，然后呢它是跟刚才那个差不多类似。也是这边有一个完整的套间，然后客厅，然后它的厨房对着这个餐厅区域，餐厅连着户外用餐区，这个可能在吃饭上这种户型的设计呢还是挺方便的。然后车库是这样进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楼一上来呢也是一个小厅，然后主卧在这边，然后另外3个房间在这个角落，每一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的洗手间，有一个房间呢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个 walk-in closet， 所以家里面有这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的时候，这个房间可以给她，因为她的衣服可能多一点嘛，这样就有位置可以放得下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小区的平均占地，这个小区的平均占地是3900到4000尺，平均是3900左右吧，3900，有一些大的4500，这个就比较趋近于尔湾这个尺寸的新房的平均占地了。好，最后我们来看它这个社区里面最大的、最好的这个户型了 ，Evergreens。
就是长青社区。那这个社区呢，它也有3个户型。3个户型呢 ，Evergreen 是在这个位置的，然后它有 Beechwood、Rosewood 和 Sagewood， 那都是5房的户型，3400到3572室，比较大尺寸的户型。占地呢也更大一些，平均占地可能是4500到5000多尺吧。你看它是4500室平均的占地，然后距离这个会所也是蛮近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户型，它这个户型外观呢是非常现代式的。再说一次，你是先选户型，那房屋外观呢，每个户型都有不同的外观可以选择。门厅进来呢，这块有一个更长的这种正式的门厅空间了，然后有个小走廊，走过来有一个卧室，这边呢可以做一个酒窖或者是一个 office， 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空间。然后进来呢，这里面是一个它这个客厅、餐厅、厨房的这个区域，外面有这个阳光房，这里还有一个walk-in pantry 一个储物空间。然后2楼下来呢，就是楼梯这里面是有一个小挑高顶的，然后有一个这个阁楼，然后连着这个主卧配着一个大的衣帽间，另外3间次卧在这边，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洗手间，不用共享，蛮不错的。然后再看它的这个 Rosewood 呢，它是5房5卫3500多尺，然后有半卫。它的楼下呢，这个尺寸可以看到就更大一点了，15乘以将近13的这个尺寸还蛮大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卫浴，这边还有一个半卫，然后这边有一个书房或者是酒窖啊，其他用途的房间。然后客厅的走向呢都是差不多的，楼梯设计呢这种直线式的是很节省空间的。希望真正房间出来的时候，这个门呢没有对到楼梯，目前图纸上看没有完全对。那如果对到这个门的话，可能就会犯了我们这个风水大忌。那楼梯上来之后呢，这块有这个2楼的这个 loft， 然后3、4、5房间在房子布局的左边，主卧呢在右边，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风水的方位的，就是说主人房，然后子女房，然后如果懂风水呢，也可以找大师来算一算，看我们这个房子走向是不是非常的兴旺你的家庭哈。然后再看最后一个，哇，我们今天居然说了这个23个户型。我已经口干舌燥了，不过坚持，我们快做完了。最后一个户型呢，一进门的门厅，然后有一个20尺的这个挑高顶的这个门廊设计，然后呢，它的这个客厅、餐厅和厨房都是比较类似的，是一个大直线的设计。然后1楼呢，同样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套房，这一间套房1楼呢就没有刚才那间套房大了，刚刚那个是差不多15乘13嘛，这个是13乘12，然后同样的都是有半卫加一个完整的这个淋浴房的。然后上到2楼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挑高顶，然后这个 loft。是在右边，然后主卧加另外3间房间，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洗手间，然后另外洗衣房呢都是在2楼。这间洗衣房呢就离主卧比较近，见仁见智了，有些人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所以在户型选择的时候呢，就可以多看一看。所以总体来说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Redwoods 和 Willows 其实这2个盘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首先它的价钱在哪儿？因为很多人选择森林湖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比较近尔湾的一个这个区域，所以说它的这个性价比它的那个位置比较近，但是它的那个价钱呢又比较好，其实更适合我们这种就是年轻 couple 刚刚开始美好生活的这种啊，就可以从这种100万出头的房子开始起步。那它又是一个挑高顶的空间，然后 Velo 那边又做到就是3房3卫，另外加半卫，这种户型其实设计是非常好的。那另外2个独栋别墅呢，可以看到这个 Evergreen 确实是尺寸大了些，但是它呢也丢失了这个挑高顶的空间。其实挑高顶呢，目前来说，在这种现代式的外观里面，如果有一个挑高顶的空间，你们家里面这个看起来会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说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或者是想让我给你分析哪一个户型，我们更加详细的去分析的话，可以联系我进行咨询哦。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那祝大家有好的一天。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话，敬请订阅。我是米娜，让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